疯子外婆临终前塞给我3个核桃。我25岁生日那天，按照她的遗言砸碎了第1个。核桃里是一张纸条：去天桥下，给你遇到的第1个乞丐磕3个头。我脸颊发烫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结果乞丐竟是卧底警察，后来才知我早已是人贩子的目标，磕头救了我一命。第2个核桃，他让我嫁人前砸开。我披上婚纱，准备嫁给救我的警察时，满心欢喜地拆开。照片上，顾言那张我爱了3年的脸，笑容灿烂又残忍。他的双手死死掐着一个陌生新娘的脖子，那新娘的婚纱和我身上这一套一模一样。雨柔，及时到了，顾警官已经在外面等你了，快出去吧。那张照片像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。雨柔，外婆没用了，护不住你了。你命里有3道坎，一道比一道凶，都是要你命的鬼门关。这3个核桃是我用半条命给你换来的生机，记住，一定要按我说的时机打开。我从小没有父母，是外婆捡破烂把我养大。村里人都说她是疯子，但我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。我把她的话刻在骨子里。25岁生日那天，我砸开第1个核桃，指令荒谬又羞耻，但我还是去了。不许动！警察！他就是顾言，那是一伙以招聘为名专门拐卖女大学生的犯罪团伙，而我是他们盯了半年的下一个目标。如果不是顾言用身体护住我，我会被直接勾进车里，从此人间蒸发。庭审那天，我作为最重要的证人出庭。唐雨柔，我记住你了，你毁了我的家，我和儿子都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安生。他的诅咒像一条湿冷的蛇，缠了我整整3年。而顾言因为这次的功劳，从一个普通警员被破格提拔进了市局重案组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他成了我的英雄，我的光。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照片里的顾言笑得那么真实，真实的让我胆寒。我逃离了那座城市，删掉了所有联系方式，可我没有绝望。外婆还给我留了最后1个核桃，只要有她在，我就一定能活下去。在南方的一座小城，我遇到了沈一舟，他是本地一家知名艺术馆的馆长，比我大5岁，温润如玉，清贵儒雅。他对我一见钟情，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第一次去他家，我便感到了那种云泥之别。他家住在半山腰的独栋别墅，墙上挂的每一幅画都价值连城。他的家人，尤其是他那位气质高雅的姐姐，看我的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。一周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心太软，喜欢捡些可怜的小猫小狗回家。我自惭形秽，提出了分手。沈一舟却在追我的路上，为了躲避一条突然窜出的狗，连人带车翻下了山路。在抢救室外，我哭得肝肠寸断。他被推出来的时候，麻药还没过，却死死抓着我的手，一遍遍呢喃着我的名字。雨柔，别走！如果你走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那一刻，我心软了。他家人也不再反对，在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我慢慢走出了过去的阴影。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稳和幸福。我甚至觉得这才是外婆真正想让我拥有的人生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要不要打开最后1个核桃。在我和沈一舟确定关系1周年纪念日的晚上，他包下市里最贵的餐厅向我求婚。看着他单膝跪地，手捧钻戒的深情模样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点头答应了。回到家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在最幸福的这一刻砸开最后1个核桃。我猜过无数种可能，或许是祝福，或许是告诉我的劫难已经度尽，可都不是。里面只有一张字条，字迹潦草，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。砸碎你家所有的镜子。这算什么？我呆住了。我和沈一舟的家更像是一个小型的艺术展览馆。他偏爱各种带有镜面元素的现代艺术品，家里大大小小的镜子没有20面也有10几面，每一面都价值不菲，是他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淘来的，让我砸了他们。外婆的指示第一次让我感到了荒谬。沈一舟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温柔的嗓音透过听筒传来：雨柔，睡了吗？我刚到外地，有个紧急的艺术品交流会，可能要3、4天才能回去。忘了跟你说，我给你准备了周年礼物，就在我们卧室的梳妆镜后面，你去找找看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乱糟糟的。外婆的叮嘱和沈一舟的温柔形成了剧烈的冲突。我走到那面巨大的落地梳妆镜前，镜中的自己脸色苍白，眼神惶恐。这3年来，沈一舟对我呵护备至，把我宠成了离不开他的废物。我的前一段感情充满了背叛和惊恐，是沈一舟一点点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，给了我一个水晶般梦幻的家。我怎么能因为一个没来由的指令就去毁掉他最心爱的东西？很快，沈一舟又发来了消息：找到了吗？喜欢吗？雨柔，你怎么不回我消息？是不是还在为我突然出差生气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处理完事情马上就回去陪你。雨柔，
相信我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我看着那些消息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我竟然在怀疑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核桃和字条扔进了垃圾桶，决定把这件事彻底忘掉。可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眼角的余光瞥见镜子里，我的身后好像站着一个模糊的黑影。我猛地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冷汗瞬间浸湿了我的背脊。是错觉吗？我心脏狂跳，再次看向镜子，镜子里我的倒影，嘴角正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，无声地对我说：“砸了他！”我尖叫一声，跌坐在地。不，这不是幻觉，外婆从不会错。我爬起来，抄起身边的一张椅子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狠狠砸向了那面梳理镜。哗啦，镜子应声而碎，碎片四溅。镜子后面根本没有什么礼物，那是一面单向透视的玻璃，玻璃后面是一个不到5平米的密室。一个男人被反绑在椅子上，嘴里塞着布团，浑身是血，早已没了呼吸。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直勾勾地看着我这个方向，脸上凝固着极致的恐惧。我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吐了个天昏地暗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出卧室，抖着手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脏，让我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喂，110吗？杀人了，我家里有死人。电话那头的接线员沉着地安抚我的情绪，询问地址。很快，警笛声由远及近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最先赶到，看到密室里的景象，也惊得脸色发白，立刻封锁了现场，并上报市局。没过多久，一群穿着黑色制服、神情肃穆的刑警走了进来。为首的那个人身形挺拔，面容冷峻，是我逃了3年的噩梦顾言。他看到我时，眼神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职业的冷静。唐雨柔，我点点头，嘴唇抖得说不出话。故人重逢，竟是在这样惊悚的场景下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当年我从婚礼上逃走，他应该恨死我了吧？他身后的女警员给我披了件衣服，递给我一杯热水。别怕，我们来了，你安全了。很快，沈一舟的闺蜜也是我的好友苏晴闻讯赶来，她一进门就扑到我身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雨柔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周哥的电话也打不通，他那么爱你，家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我靠在他怀里，身体依然在不受控制的发抖。苏晴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朋友，她是一名瑜伽老师，阳光开朗，像个小太阳。是她在我最难过的时候一直陪着我，鼓励我接受沈一舟。我抓住她的手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苏晴，我好怕。顾言的目光扫过我们，最后落在我脸上，语气公事公办。唐雨柔，现在需要你跟我们回警局做个详细的笔录。他是受害者，你们凭什么带他走？苏晴立刻把我挡在身后，冲着顾言喊：“这是程序。”顾言的眼神没有一丝波澜。我被带上警车，苏晴坚持要陪我一起去。到了警局，我被带进审讯室，顾言亲自审问：“说吧，那间密室还有那个死者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把外婆的核桃还有镜子里的诡异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顾言旁边的记录员笔尖停在纸上，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精神病。顾言沉默了许久，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。所以你认为是你的外婆在冥冥之中指引你发现了这一切？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扯，但都是真的。我急切地辩解。顾言不置可否，换了个问题：沈一舟呢？他现在在哪？他说他去外地参加交流会了。哪个交流会？具体地点？我摇了摇头。我发现我对沈一舟的行程一无所知。审讯中断，我被暂时安置在一间休息室里。苏晴端着饭进来，眼眶红红的。雨柔，你别怕，我已经联系了最好的律师，一周哥也联系上了，他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他说他会处理好一切的。他把饭盒打开，是我最爱吃的那家私房菜。他把筷子递给我，温柔地劝道：“快吃点吧，你都1天没吃东西了。”我毫无胃口，却不想辜负他的好意。我拿起筷子，正要夹菜，顾言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他抬起头，目光如电，直直地射向苏晴。下一秒，他发了条信息给我。手机亮起，我看到了那条消息：人贩子头目的儿子1年前在泰国做了变性手术，改名苏晴。我感觉自己像被一道惊雷劈中。我盯着苏晴那张我无比熟悉的笑意盈盈的脸，只觉得无比恐怖。他见我没动筷子，还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了，雨柔？不合胃口吗？”他伸手想摸我的额头，我像触电一样猛地躲开。苏晴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她看到了我手机屏幕上那条还没来得及熄灭的消息，她的眼神一点点冷了下去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没用的废物，这点事都查不出来。她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狠狠摔在地上，屏幕瞬间4分5裂。本来还想让你多活几天，看来是没这个必要了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尖叫着冲向门口，但苏晴的动作比我更快。她毕竟是专业的瑜伽老师，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都远超于我。她抓住我的头发，把我狠狠灌在墙上，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，我眼前一黑。她反剪我的双手，用带来的瑜伽带将我死死捆住，动作熟练，仿佛演练了千百遍。猜出来我是谁了吗？我亲爱的好闺蜜。她捏着我的下巴，强迫我看着她那张漂亮的脸蛋，
此刻写满了扭曲的恨意。我就是那个被你害得家破人亡的人贩子的儿子啊！我爸被枪毙，我妈上吊自杀，我从一个富二代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我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听着他颠倒黑白的话。你爸是罪有应得，他害了多少个家庭，我才是受害者。啪！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我脸上，火辣辣的疼。受害者，那些女人，一个个好吃懒做，想靠身体走捷径，被骗不是活该吗？他们要是安分守己，我爸会去找他们吗？是他们自己下贱勾引我爸，我爸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，他有什么错？我被他这套强盗逻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一个人的心到底能扭曲到什么地步？他看着我不可思议的表情，似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为了接近你，我花了多少心思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学你喜欢的瑜伽，去吃你爱吃的餐厅，去了解你所有的喜好，装作和你有共同话题，一步步成为你最信任的朋友。我看着你和沈一舟在我面前卿卿我我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恶心吗？我每天都在想，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杀了你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我要把你做成瑜伽人偶，让你永生永世都保持着痛苦的姿势。他从随身的瑜伽包里抽出一把泛着冷光的弯刀，这是我特地从印度淘来的，专门用来剥人皮的。据说用它剥下来的人皮会特别完整。他拿着刀在我脸上比划着，那冰冷的触感让我汗毛倒竖。情况紧急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寻找自救的办法。可我手脚被绑，嘴巴也被瑜伽垫的碎块堵住。这里是警局的休息室，他怎么敢？我突然明白了，这是一个陷阱，一个针对我的天衣无缝的陷阱。苏晴看着我惊恐的眼神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还在指望那个核桃吗？你那个疯子外婆，怕是没算到人心比鬼神更难测吧？她像是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，笑得花枝乱颤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你砸碎的那个核桃早就被我换掉了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，浑身血液逆流，四肢百骸都透着刺骨的寒意。你说什么？核桃被换了？我含糊不清的呜咽着。苏晴欣赏着我绝望的表情，用刀尖轻轻划过我的脸颊。对啊，你那个宝贝核桃早就被我扔了。里面那张砸碎所有镜子的字条是我写的，因为那间密室，那个死人，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惊喜。我就是要让警察在你的家里发现一具尸体，让你百口莫辩，让你身败名裂。你那个疯子外婆要是泉下有知，会不会被我气得活过来？巨大的愤怒和屈辱冲垮了我的理智，我猛地用头撞向他凑近的脸。不许你侮辱我外婆！苏晴猝不及防，被我撞得鼻血横流，痛得连连尖叫。她彻底被激怒了，骑在我身上，左右开弓，狠狠扇了我10几个耳光。疯子，你和你那个外婆一样，都是疯子。老不死的那么厉害，怎么没算到我会换他的核桃？看这次还有谁能救你？他高高举起那把弯刀，对准我的心脏就要刺下来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外婆，对不起，雨柔可能要来见你了。我以为我会死，可就在这时，休息室的门被人一脚踹开，10几个荷枪实弹的特警冲了进来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苏晴。不许动！为首的正是顾言。苏晴愣住了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一把将我拽起来，用弯刀抵住我的脖子，都退后，不然我立刻杀了他。顾言脸色紧绷，示意手下退后几步，语气却依旧强硬。苏晴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。苏晴疯狂地大笑起来，脸上沾着血，看起来像个厉鬼。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们逼的。唐雨柔该死，你这个伪君子也该死。苏晴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。你踩着我爸的尸骨上位，难道就不怕午夜梦回？他来找你索命吗？顾言的脸色极其难看。你父亲罪有应得，法律是公正的。这番话彻底点燃了苏晴的怒火。他手中的刀又逼近了一分，我的脖子上渗出了血丝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附在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想知道你外婆最后一个核桃里到底写了什么吗？”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他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核桃，塞到我被绑着的手里。外婆给你的真正锦囊，好好看看吧。黄泉路上也做个明白鬼。他说完，突然松开了我，将手里的弯刀扔在地上。下一秒，几个特警一拥而上，将他死死按在地上。顾言快步走过来，看到我脖子上的伤口，立刻喊道：“医护人员！”我攥紧了手里的核桃，问他：“你怎么会突然进来？”顾言捡起地上被摔碎的手机，放进证物袋。你被带进休息室后，我查了沈一舟的航班信息，发现他根本没有出差记录。他顿了顿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还有，苏晴用来捆你的瑜伽带是金刚结打法，这种结极难挣脱，通常用于捆绑重物，而不是日常练习。你运气很好，唐雨柔。2次都死里逃生。顾言说完，便押着苏晴离开了。我却没有因为他的话感到丝毫庆幸。我颤抖着用牙齿和被绑的手艰难地砸开了那个真正的核桃，里面只有3个字，是用血写成的：他是谁？他是谁？这算什么提示？我脑子里一团乱麻。苏晴的同伙，可他看起来是孤注一掷。等等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当年我从婚礼上逃走后，顾言疯了一样找我。苏晴当时抱着我哭，说：“雨柔，你别怪顾警官，他也许只是一时糊涂，男人嘛。”他是怎么知道顾言一时糊涂的？我亲眼看到照片，可我谁都没说。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成型，如果当年那张照片
是苏晴给我的呢？如果他从一开始目标就是我和顾言2个人呢？那他的同伙，我不敢再想下去，我浑身发冷，如坠冰窟。就在这时，一双温暖的大手将我紧紧抱住。沈一舟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，脸上写满了心疼和自责。雨柔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，都怪我，我不该出差的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看到他熟悉的脸，劫后余生的委屈和后怕，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我抱着他嚎啕大哭。沈一舟帮我处理好伤口，听我讲完整件事的经过，气得一拳砸在墙上。这个毒妇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们把他当最好的朋友，他竟然这么害你。他骂完，立刻订了2张飞往国外的机票。雨柔，我们离开这里，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。我给你请了最好的心理医生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他搂着我，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这个城市是顾言的地盘，苏晴既然被抓，难保不会把所有事都捅出来。苏晴的话和这个血字核桃都证明事情还没有结束。我还有最后一节，有沈一舟在，我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沉沉睡去。可我不知道，在我睡着后，沈一舟拿出手机，给一个号码发了条信息。他起疑了，计划提前。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如果苏晴的目的是报复我和顾言，那他为什么要把沈一舟牵扯进来，在沈一舟家里杀人，嫁祸给我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除非沈一舟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同伙。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心脏都漏跳了一拍。雨柔，沈一舟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他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揉搓。怎么手这么冰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他那双总是含情脉脉的眼睛，此刻却像是毒蛇吐信。我知道了，是顾言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抽出手，从包里拿出那张早已被我藏起来的照片。一周，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，顾言，我的前未婚夫，他出轨了，这是证据。这个畜生，他怎么敢这么对你？雨柔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我装作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起身就要去找司机掉头。我要去警局举报他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沈一舟一把将我拉回座位，紧紧抱在怀里，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脖颈，我却只觉得毛骨悚然。怎么了？一周，你先放开我。我的声音已经带上了无法掩饰的颤抖。沈一舟却像是没有察觉，他把脸埋在我的颈窝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我想再抱你一会儿，雨柔，再坚持一下，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。这句话像一道死刑判决，我彻底明白了，一股滔天的怒火和悲凉从心底涌起。我抬手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狠狠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沈一舟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对我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他对我百依百顺，温柔体贴，我以为我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，可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回想起过去3年的点点滴滴，那些温柔，那些呵护，都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。我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流。你和苏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帮他？沈一舟被我打得偏过头去，脸颊上迅速浮起5道指印。他缓缓地转过头，脸上的温柔和爱意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令我陌生的狰狞和怨毒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美工刀，抵在我的脖子上。因为我爱他，伤害他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有一瞬间的恍惚，脑子里那些所有不合理的细节，在这一刻全部串联了起来。难怪苏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掉我的核桃，原来是由我的枕边人做内应。难怪他敢在警局对我动手，因为沈一舟早已为他安排好了一切。那个死在密室里的男人根本不是苏晴杀的，是沈一舟。他是想用一场更血腥、更无法辩驳的谋杀案把我彻底定死，而苏晴不过是他推出来吸引火力的棋子。我脑子嗡嗡作响，突然凄厉地笑出声。分明是他父亲伤天害理，我只是个幸存者。可在他和苏晴的眼里，我却成了罪大恶极的凶手。见我痛苦，沈一舟的脸上露出了报复的快感。这样的人渣，我竟然掏心掏肺地爱了3年。我擦干眼泪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外婆说的没错，我命里有3劫，第1劫是人贩，第2劫是你那个变态女友，而第3劫就是你这个枕边毒蛇。现在3劫已过，你觉得你还能杀得了我吗？我的话似乎刺激到了沈一舟，他脸上的肌肉疯狂抽搐，举起美工刀就朝我的脸划过来。我闭上眼准备迎接疼痛，但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。不许动！看着那张熟悉的冷峻面孔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顾言迅速将沈一舟反手压在座椅上，铐上手铐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唐雨柔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闭嘴，老实点！凭什么？放开我！他害死了小晴，他害死了我最爱的人，我要他偿命！你说什么？贱人！我说，你婚礼上看到的那张照片是我 P 的，我找了最好的 P 图师，又找了个身形和他很像的演员，拍了那张照片，再让小晴无意中让你看到。我就是要毁掉你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信任，我就是要让你众叛亲离，让你尝尝小晴当年受过的苦。你毁了他的人生，我就要用你的人生来还。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啪！我一巴掌扇在沈一舟脸上，打断了他的咒骂。我不明白，一个颠倒黑白、草菅人命的变态是怎么有脸在这里喊冤的？
怒火烧光了我的理智，我不管不顾地冲上前，对着沈一舟的脸一通疯狂的抓挠。沈一舟嗷嗷惨叫，想要反抗，却被顾言死死按住，动弹不得。唐雨柔，你冷静点，相信我，法律会给他最公正的审判。最终，沈一舟因故意杀人罪，伙同苏晴策划多起报复性伤害案件，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苏晴因故意伤害罪、伪造证据罪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我坐在旁听席的角落，听到这个结果，放肆地笑出了声。苏晴在被告席上看我的眼神像是要活剥了我，她不顾一切地当庭叫骂：贱人，给我爸偿命！他毁了我家，为什么不判他死刑？这不公平！没有人理会他的叫嚣，法警将他强行拖了下去。杀人犯不配提公平二字。当晚，我买了外婆最爱吃的点心，连同判决书一起，在十字路口烧给了她。外婆，您的雨柔3节已过，往后皆是坦途，您在下面可以放心了。风吹过，纸钱的灰烬飞向夜空，我仿佛看到外婆在对我笑。对了，好好珍惜眼前人。我仿佛听到她在我耳边说。我回到家，邮箱里多了一封匿名邮件，里面是一段视频。婚礼那天，我逃走后，顾言疯了一样冲进化妆间，看到空无一人的房间，他一拳砸在镜子上，满手是血。唐雨柔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视频的发送人是顾言。窗外清晨的阳光正好，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我烂熟于心的号码。唐雨柔，我笑了。顾言，我看到你发的邮件了，所以我等你来找我。